这是一架 B-2隐身轰炸机，一架名副其实的空中幽灵，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外星科技的产物。它有着回旋镖一样科幻的外形，全黑的机身，无尾翼的设计，从地面仰视看，确实有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感觉。但距离 B-2的首飞已经过去了整整34年，也算是名副其实的老家伙了，廉颇老矣，善能饭否？欢迎来到 Chris 的军事基地。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架空中幽灵到底是一架怎样的飞机。B-2全称 Northrop Grumman B-2 Spirit， 是一款隐身战略轰炸机。上世纪70年代，苏联大力发展各种中远程防空导弹和高空高速防空拦截机，本土防空能力大大提升。美军急需一款可以突破苏联防空网络，对其境内的重要目标实施打击的战略轰炸机。B-2应运而生。1981年10月20日，诺斯洛普波音团队打败洛克希德团队，赢得了先进技术轰炸机计划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Bomber， 简称 ATB， 在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的协助之下，为美国空军研制生产。其在设计上借鉴了美军在二战后的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原型机 YB-49。B-2被设计成了没有机身和尾翼的一体机，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将核武器运送到苏联领土深处。为了保密，诺斯洛普在加州的福特汽车的旧工厂里制造了 B-2， 政府设立了许多假公司来购买飞机的部件，以避免怀疑。所有的零部件总是在晚上用没有标记的普通卡车运送，工厂里的工人都不能穿制服，并且签订了保密协议，还得时不时接受测谎仪测试。B-2于1988年11月22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帕姆代尔的美国空军42号工厂首次亮相，首飞则发生于1年后的7月17日。美国国会原定要采购132架 B-2， 但由于1991年12月苏联突然解体，国会重新考虑了 B-2项目。由于其建造和维护成本远远高于其他任何美国轰炸机，单价成本高达24亿美元。如果按照单位重量来计算， B-2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2到3倍，因此决定将飞机数量减少到20架。在1993年12月7日 B-2首次亮相公众，引起全世界媒体的广泛讨论。1997年，首批6架 B-2轰炸机正式服役。We act to protect thousands of innocent people in Kosovo from a mounting military offensive. 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3月24日，北约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在布鲁塞尔宣布，由于最后外交努力失败，以保护人权为名，对南联盟发动了代号为“盟军”的空袭行动。但是有一个问题，南联盟拥有欧洲最先进的防空系统，其领空可以说是戒备森严，派遣常规作战飞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然而 B-2就是专门为此情景设计，在当天就被立刻派遣投入战场。3月24日夜晚，在经过14个小时的飞行，在地中海完成空中加油，2架 B-2隐身轰炸机准备潜入南联盟领空。他们迅速爬升到战斗高度，关闭了甲板上所有不必要的灯光，消失于夜空中。此时的 B-2没有护航战机，没有热油弹，没有超音速巡航，没有对空导弹，他们只有一个东西可以保护他们，就是隐身。在到达作战地点后，对南联盟的机场、防空设施投下了炸弹。南联盟在遭到打击后，迅速集结了数十架米格29，开始在夜空中搜寻 B-2的踪影。在这危急时刻，北约迅速派遣了战斗机，准备接应 B-2，但 B-2沿着任务的规划路线完美撤退，没有被发现任何踪影。在首次凯旋后，北约迅速增加了 B-2的派遣数量。在战斗开始的前8周里， B-2成功摧毁了南联盟的机场、防空系统、铁路桥梁等重要设施，用了仅仅1%的总派遣架次，摧毁了1/3的目标，投下的80%的炸弹都命中了目标。仅仅3个月后，科索沃战争宣告结束。北约方面在没有动用任何地面部队的情况下，瘫痪了南联盟的武装力量。在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甚至在针对 ISIS 的行动中， B-2都派上了用场。在地面部队介入前，
打击敌人的关键基础设施，大幅削减其有生力量。在其众多次任务中 ，B2 从未被击落，甚至从未被探测到。唯一的一次坠毁发生在2008年2月23日，一架名为堪萨斯幽灵号的 B2 在美军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时坠毁。在事后的调查报告中显示，机上的传感器被水汽损坏，测得了错误的大气数据，导致飞控电脑错误计算飞机速度，比其真实速度快了大约23公里每小时。飞控电脑控制飞机做出拉升动作，使飞机失速，仅在17秒后坠毁。好在飞行员成功弹射。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B2 的一些具体数据。B2 长21米，翼展达52.4米，最大起飞重量170吨左右。中央机身两侧的发动机舱内安装了4台 F118 发动机，每台净推力8618千克，最大速度可达 0.95 马赫。略低于音速的原因是，突破音障需要加力燃烧室，会产生额外的、更难掩盖的热量和蒸汽轨迹。其最大航程在12000公里左右，在配备空中加油后，可以实现全球打击。携带的武器装备呢，就给大家放一张图感受一下。可携带大约152吨的负载，与其他大多数飞机不同 ，B2 的结构中使用的钢材非常少，整个飞机由200多种金属和合金构成，机身由80%的复合材料构成，基础材料为钛和铝，复合材料用碳、石墨、玻璃纤维和塑料聚合物构成，以达成高强度与低重量的要求。同时，复合材料也可以吸收大部分的雷达讯号，再加上秘制的隐身涂料和 W 形状的外形，使其雷达横截面降至极低的程度。一般认为 ，B2 轰炸机的最大雷达横截面积仅为 0.1平方米。B2 拥有的隐身能力使它能安全地穿过严密的防空系统进行攻击，但其隐身能力并非仅局限于雷达侦测层面。在红外线隐身方面，为了降低发动机发出的热量，其使用了蛇形进气口，且进气口比发动机叶片高了大约1个发动机直径，将发动机深埋于机身内，使发动机产生的热量不易被侦测到。对于尾流产生的热痕迹，研发团队专门设计了一个系统，可以将尾流的废气与环境中冰冻的空气混合，将整体的热信号降低到环境温度。同时 ，B2 的导航系统设计非常先进，是其极具威慑力的原因之一。它配备了2种不同的导航设备，可以应对不同的情况变换导航的方式，被称为 NSS。NSS 最初设计用于在没有 GPS 辅助的情况下执行自主任务，可以在没有任何外界输入的情况下，仅通过机载雷达、惯性制导和天文制导完成轰炸任务。但美国空军认为，在没有 GPS 的情况下部署核打击太过危险，于是以 GPS 作为辅助，设计了一个瞄准系统。在这篇97年发表的论文里，详细阐述了如何将 GPS 整合进瞄准系统，以及其对精度的提升，通常使其误差距离不会超过6米。那 B2 还能再继续服役多久呢？美国空军计划在2032年前退役所有的 B2， 届时它将被它的继任者 B21 取代。事实上 ，B21 已经在2022年12月2日公开亮相，并且将在今年进行首次试飞。美国空军计划装备100架 B21 突袭者，据称 B21 是专门为亚太战场量身定制的，可以说是 B2 的全面升级版，在隐身、突防、技术水平上都有大幅提升，还加入了智能战术隐身系统，可以更好地和其他部队配合作战。但 B21 不会像 B2 那样成为具有绝对威慑力和革命性的机型，可以将 B2 理解为开创者， B21 只是升级版的追随者。而且随着战场格局的变化，未来大概率也不会出现一架像 B2 一样单打独斗的重型隐身战略轰炸机。可以肯定地说， B2 在人类飞行器的历史上已经留下了属于它的不符合那个年代的科幻的一笔。OK 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千万不要忘了点赞、转发、投币、收藏哦。下期视频我们来讲一讲飞机中的变形金刚 V22 鱼鹰。